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您煮的荷包蛋是不是老是粘锅不成形，还有一锅的白沫子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技巧。其实煮荷包蛋真的特别简单，掌握一个小窍门，煮荷包蛋简单易做零失败，而且煮出来呢，个个圆润又漂亮。吃着老嫩适中，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首先，我们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呢，准备适量的公鸡蛋，加入清水。我们先将鸡蛋清洗一下，清洗时，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毛毛盐，搅拌搅拌，把毛毛盐搅拌溶解后呢，将鸡蛋浸泡2分钟。鸡蛋外壳上会有些许的鸡粪以及其他的脏东西，浸泡给它足够的时间来软化。跟着我们再用抹布来擦洗，清洗过程呢就会轻松许多了。之所以加入毛毛盐清洗，是因为鸡蛋的表面呢有很多的细菌杂质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有些鸡蛋的表面呢还会有残留的鸡屎，所以用食盐水来清洗鸡蛋是非常关键的。不仅能够软化污垢，还能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能让煮出来的鸡蛋呢吃起来更卫生。最后我们再换水漂洗一次，这样鸡蛋就非常的干净了，个个锃亮。清洗干净的鸡蛋控水捞出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跟着我们来切点神奇小葱，调个汤底，对半切开切成小葱花，放入大碗中，然后再往里面呢加入少许的毛毛盐，小半勺的香醋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，再加入1勺半的生抽，最后加入少许的小磨香油增香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然后我们准备几个碗或者盘子，把鸡蛋磕入碗中，最好选用新鲜的公鸡蛋。新鲜的公鸡蛋表面呢比较粗糙，大家可以用手触摸感受一下。有时荷包蛋做不成功，容易散花，大部分呢也是因为不新鲜造成的。先把鸡蛋放在一边，接下来就可以起锅烧水了。大火将水烧开，水开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勺食盐，将盐搅拌溶解。盐的加入呢可以使蛋白加速凝固，同时呢也能给荷包蛋入个底味。荷包蛋的水要烧开，但烧开后呢要记得关火，让开水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后呢再下入鸡蛋，因为一直处于翻滚状态的开水又会将鸡蛋冲散开的，所以等水平静下来后呢，这时我们再将鸡蛋一个个的缓缓地放入锅中，先放入碗中，再倒入水中。落水的过程呢，有一个缓冲，可以减少白沫的出现，也可以提前去除散黄、不新鲜的鸡蛋，全部倒碗。关成最小火呢，焖2分钟，千万不要开中火或者是大火。不要让水沸腾，水沸腾容易把鸡蛋给冲散，所以我们最好用小火呢，先把表面的蛋清定个形。2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表面的鸡蛋呢，已经凝固了，已经完整的把蛋黄裹在里头了。这时用铲子轻轻的铲一铲，防止底部粘锅，动作尽量轻柔一些，不要弄破了。这时的鸡蛋呢，还是很娇嫩的。全部铲开。这时呢，我们再开小火把水煮开，水开煮上3分钟即可。煮了3分钟，里面呢还是溏心的，想要吃全熟的再加2分钟哦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按照自己喜欢的来煮，达到想要的口感之后呢，就可以捞出来了，直接吃，或者是做成一个汤底。汤底很简单，我们就先盛些汤来，然后放入呢刚才的调料碗中就行，再将鸡蛋放进去就可以享用了。这个荷包蛋用来做早餐，那就非常合适，一个个圆润可爱，吃到嘴里口感嫩滑，
家里人都非常喜欢吃。这个荷包蛋钠还可以自己做个面条搭配，怎么吃都可以，就是用来加三明治也很香哦。这种天气想要吃鸡蛋，这种水煮荷包蛋就非常的合适，吃着一点都不上火，做起来还那么简单。尤其是水煮荷包蛋，具有补充蛋白质、补铁、补充维生素等功效。煮鸡蛋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鸡蛋的营养成分，含有多种矿物质，其中矿物质铁的含量比较高。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以后，能促进血红细胞再生，可以提高人体的造血能力，能起到不错的补血作用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荷包蛋，就试试今天的这个方法吧，保证您煮出来的荷包蛋不散花也不起沫，个个圆润饱满，老嫩适中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